我是好事生活可可潘。最近呢，大家很多人都在聊 ChatGPT， 然后说它有多好用，说它会取代多少人的工作。当然，我也是有危机意识的人，而且我也会跟上时代的潮流。于是呢，我就请艾瑞克进去试一试。结果没想到，可恶，他们居然一试成主顾，变成好朋友哎。然后每天就在那边拿着手机，然后跟他聊说。ChatGPT， 我想问你哦，然后呢 ，ChatGPT， 请问什么什么什么？请问怎么样？去哪里玩？怎么样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哇，你们现在很熟，是不是 ？OK 啊，那我必须要介入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来，我也要来试一试 ChatGPT 到底好不好用。所以我今天要来实测一下，问 ChatGPT 问题，请他回答我，然后我实际去看看他推荐的东西到底好不好。如果真的好用的话呢？我想呢，我会考虑长期跟他合作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他聊。如果呢，你也喜欢这样居家改造 DIY 非常实用的资讯，还有许多成功的案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来正式的 interview ChatGPT 了。ChatGPT 就是在 Google 上面打 ChatGPT， 它就会出现一个网页，然后呢，你就开始 try ChatGPT， 然后呢就 log in， 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啦。请问，如果我现在买了一个新房子，然后呢，我想要自己来做居家规划，可以请你推荐我10个适合的 IKEA 家具吗？传送，漂亮哦，哎呦，很好嘛。我问他，然后他就噼啪噼啪写出来，然后一下就10样，很快。好，他讲的有这一些，就是系列从衣柜、床架，然后书架、咖啡桌、办公椅、沙发床，然后还有连餐具都推荐了。那我现在就要正式去实测，看他推荐的到底优不优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 ，ChatGPT 呢，它推荐了这个 Freehaton 系列的沙发床。他说这款沙发床结合了沙发跟床的功能，可以非常适合小公寓和卧室的客人房。OK， 好，不错。其实这一款我刚刚看到它价格怎么了啦？因为我想说，我只是想要一个沙发，你帮我推荐的还推荐到客人房，我想说很贴心嘛 ，too much。然后呢？好了，我不行这样，我要懂得欣赏它。它这个沙发床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。我看它的价格 CP 值是高的，这样3人沙发15900，然后是布质的，也够宽，造型呢也蛮好看的。它底下呢有宽敞的收纳空间，我们把它变成沙发床的模式，看看，1、2、3，哦。底下这边有很多收纳空间居然可以放下被子。对，而且这个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会很想要躲进去。好，看一下，小朋友不能躲进去，会危险哦。然后这边呢，再把它推下去，就是一张床然后这样子很素悉呀，感觉我已经被虏获，可恶，我怎么那么容易被虏获，好烦啊！我觉得是一个 good choice。那我们再把它变回沙发，看会不会变很难哦。这样，1、2、1，其实不会很重了，我刚刚只在装柔弱而已。然后推回去，这样就变成沙发了，而且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坐蛮多人的，1个、2个、3个，可以坐4个人我觉得我被虏获了，非常好。第2个是 Lake 咖啡桌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Lake 咖啡桌。Lake 就在这里好，所以它算是明星商品，放很前面，然后加强宣传。然后呢，他说Lake 咖啡桌这一款咖啡桌是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家具，可以作为展示空间还有茶几使用。而且他没有说的是很好入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的这种50乘50的。才一张桌子才349，喂，我的天哪！这个要人家如何不心动呢？也蛮新的啦，对，349的边桌，而且它还有不同的材质色系，黑色、原木色跟白色。
可以拿回去艺术涂料的 DIY， 上面加钢模漆，看耐不耐用。可以耶，可以用它进行各种不是残酷，就是各种改造实验，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太痛苦，成功就是赚到。对啊，先从它来练习。所以这个还不错哎，而且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，原来它除了有这种迷你的小的，然后居然还有这种大的，118×78公分的咖啡桌，也是蛮便宜的，1999。然后下面还有一层这个，就很适合我们家里的茶几，底下可以隐藏很多小物。老公搬回去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因为像客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家里不是放很多杂志啊、书啊、瓜子啊、指甲剪，客人来的时候全部包一包，然后丢下去 ，finish，OK， 很好，非常适合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它很棒哎 ，ChatGPT。好，那我们再下一个。下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去走走。他分享了一个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就是 Kalas 的书架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好朋友 Kalas。走 ，Kalas， 这就是 Kalas 书架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超级豪华花俏版。他怎么介绍它呢？他说啊。这款书架呢是一个多用途的储物系统哦，然后可以用于储存书、盒子、收纳箱等物品，也可以展示装饰品。他又少说了一个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我觉得他也算是 ChatGPT 也算是选物达人，很会选一些 CP 值高的东西。好，那来看一下，他说的都有做到吗？他说可以储藏书嘛，可以放很多的盒子，对，因为它本身就有很多这种盒子配件，材质不同的、质感不同的都有。其实就像我们做系统柜一样，会有很多按照每一个人生活上所需要收纳的情况去做需求的配置，针对你个人的。如果有需要抽屉放一些文具啊、小物，然后需要有柜门，把一切丑丑的东西就先收在里面，或者是你这边要有一点装饰的空间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调配。它是深得民心的地方。我跟 ChatGPT 开始有一点点就是嘎吉郎的感觉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什么呢 ？Let's go。然后呢，它第8项推荐了一个 IKEA PS 锁匙柜，因为我对这个蛮陌生的，我想说，后来找到了 information 台询问，然后发现，其实在现场这一家门市目前没有展示，但是它就是长得类似这样。锁匙柜的意思是说它有钥匙可以锁起来。它怎么介绍它呢？这款锁匙柜可以用于储存钥匙，然后邮件、手机等小物品，非常实用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真的有实用吗？哪里好用？但后来想一想，可能有道理，因为呢有这样子的钥匙啊，然后可以把柜子锁起来，我就可以把不想被老公吃掉的零食，或者是不想被小孩发现的零食藏在里面，把钥匙藏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，所以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推荐啦。然后呢，他又推荐了一个办公桌，叫做 Lemon 办公桌，名字非常的陌生，其实应该一般都不会记他们的名字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谁是 Lemon。Lemon 你在哪里？林曼同学，林曼同学 ，Lemon 同学出现了，原来就是他，是我们很爱用的那一个同学。我们之前有推荐过 CP 值很高，这一张桌子就是899，然后有很多种桌面可以选择。原来他就是 Lemon。我看他说了他什么好用之处呢？他说呢，这款办公桌设计简约、简洁而耐用，是一个理想的学习与工作空间。Good。但是我有个疑问，它这10个里面没有介绍椅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的部分呢，还是要结合我们的人脑、电脑跟人脑要合作。他推荐了桌子，没有推荐椅子，然后这时候呢就要找一张你觉得合适的椅子。好，所以丑一没有介绍椅子。好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他推荐了一台小推车 Resca， 我想呢，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那台推车吧。没错，就是它，瑞斯卡推车就是它，有这些兄弟姐妹们。然后他说啊，这一款小巧的推车用于储存厨房的用品、洗衣房的用品、书籍的用品，它还可以轻松的在房间之间移动，所以很推荐。这
这个我也很推，这个真的是生货大家的最爱。他还推荐了什么呢？我们加快脚步赶快去看，因为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床啊跟衣柜这些重要的东西。那我们去看一下他推荐的什么床跟什么衣柜呢？我相信大家很关心吧。那我们再去寻找它。终于来到了大家期待的床的部分了。然后呢，它在床的部分呢，ChatGPT 帮我们推荐的是 Mom 系列的床架跟床头板。那我们去看它在哪里吧。哦，在这里 ，Mom 就是这一款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一款有什么优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啊，这款床架跟床头板的简约设计非常适合现代的家居，同时啊还可以提供额外的储物空间。看起来它是可以做成这样子掀床的方式，可以组合掀床，底下又可以放超多东西。这个也是 Mount 吗？对。哦，这两个都是 Mount。对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收纳的组合，就是像这种，如果你不喜欢掀床，你想要更方便可以拿到东西，例如老公在上面睡觉，可是你想从下面拿一点自己的东西，如果是掀床的话，可能要全家都一起下来才拿东西，很麻烦。但是像这种抽屉的呢，就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放，而且还比较好分类。然后它这边可以一个床可以配4个抽屉，这也是挺好的。所以 ChatGPT 在这么多床的系列里头呢，推荐了这一款。其实我之前也有问过组装的 IKEA 的好朋友，问他说，你觉得 IKEA 的床啊，你组过最多的是什么？最多人买的是什么？他也是说这个 Mom 系列，我觉得很棒，大家可以做个笔记。奇妙了，他没有说床垫好，各位朋友，床垫的部分呢，请大家自己来试躺，看你最喜欢哪一种。许多人呢，在添购家具的时候呢，都非常关心衣服的收纳空间，因为衣服的收纳是一个很大的议题，加上女生永远是跟着不同的心情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职业、不同的流行，会一直不断的去买新衣服。各位朋友们、女孩们，有没有被我说中？所以呢，衣服就需要有足够的收纳空间。但是我说实在，其实要建立好的购物观念，还有收纳观念，这样子你的衣柜还有很多东西才够放，不然其实是永远放不够的。你给他1座，他永远需要第2座、第3座，所以才会有那一句很有名的广告名言说：女人的衣服永远少一件。其实并不是女人的衣服永远少一件，而是观念。那我们就来看看 Hex 他推荐的 Hex 衣柜系统。放在很显眼的地方，他该不会自己来逛过吧？都先放在很显眼的地方。OK，Hex 系列的衣柜呢很棒，它有10年的品质保证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就是这10年你用它，如果它有零件的坏损，你都可以带着你的发票回来找 IKEA 说，我的衣柜派去呀，我在9年前买的衣柜派去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如果说真的是有品质的问题，正常使用还坏掉，其实他们是会找人来帮你做售后的服务的耶，所以我觉得是 very good， 这个钱花得很值得，而且呢，其实也不贵。像这一款是比较豪华，我觉得比较豪华，比较大一点，就是200公分宽，然后高是238，它的储物空间就整个这样子，是推门款的，由上而下都可以放很多东西，然后又是2层的衣服收纳。那底下这边一样可以挂衣服，然后底下还有这种是属于系统型，就是可以去买你想要的那些配件。那像这边它这个网篮，其实还蛮好推的，而且很轻，不会太厚重，这样子。它是到这啦，噔。那假设呢，你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，或者是有其他预算考量，像这一款10800，100公分宽，然后也是一样有201公分高的，也是这个系列，然后它也有开门的系列，它里头的配件都可以自己组合，所以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用。这个抽屉超大，可以放很多东西，零件也很滑顺，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抽屉，就是有点奶茶色的抽屉，我会觉得有一种贵的、高级的质感的舒服的感觉。好 ，ChatGPT good job， 我觉得这一款很可以耶。那当然你也看到它的门片可以很多选择，如果你家不管是什么风格，基本上呢都能够满足。最后它也很贴心，推荐了生活日常用品类。那我们看这么多日常用品，它最推荐哪一项呢？那我们去看看吧。不得不说，我觉得 ChatGPT 还蛮贴心的。它从大的到床，到小的啊，连餐具这个它都帮我们推荐它推荐了这个 IKEA 365 Plus 系列的餐具，还有玻璃器皿，就是这一系列。我发现它这个推荐其实蛮棒的。
因为我发现啊，其实在很多欧美的居家或者是杂志啊，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那种摆拍啊，其实越简约越素色的，就是餐具很一致的颜色，在摆盘啊，或者在做整个餐桌的呈现上，当然很美，不败的一个选择，一个组合。然后这个系列365 Plus 啊，它呢大盘、中小，然后碗、汤碗、沙拉碟，各种 size、各种功能的餐具都有。那这样子就很好去做搭配。它的价格呢，我觉得也算蛮亲民的。然后材质虽然不算轻，但是其实材质也算是 OK。然后这个角度啊都很圆润，所以我觉得是还蛮不错。价格就是像这样子，一个餐盘349，这样的餐盘179，我觉得还蛮平价的。像这样子一个大碗，超大的沙拉碗，或者是当汤碗249，其实还蛮便宜的吧？很多元呢。你看上菜碟499，这个也算是不错啊。然后连小碗。然后还有卖整组的18件，才1999。它这边也有讲到说，像它的这个产品上面有这一些符号，代表什么？就是可以用于微波炉啊、烤箱、洗碗机，也可以手洗。它的上面会有这种标示，例如像这个就是适合进洗碗机、进烤箱的，还蛮贴心的。好，然后它还有玻璃系列，我们就看它的玻璃系列棒不棒？365系列的水瓶啊，就是这一系列的，就是有木棉栽的那种。可是我觉得其实木棉栽我其实还好，我很容易就会有那个垢啊，或者是发霉的疑虑，甚至是掉屑屑。所以我觉得还好，那就买盘子就好喽。那他推荐的 iVa 书架怎么推荐它呢？他说这一款简约的书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跟定制，可以用于不同的空间和需求。就是我们身后这一款松木材质的，而且我觉得这款也真的蛮不错的，因为呢，它可以针对不同的风格需求去搭配配件，然后配件蛮多元的。它是一个像乐高那样可以自己组来组去，而且呢，它的组装也非常简单。我之前组过一个书柜，就其实我不太擅长，也不喜欢组装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它组装起来就是扣上去就好，蛮简单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推荐。那像我之前也用过 iVa 的很多系列，像是储物柜啊，甚至是它的侧架就可以用来挂我们的外出衣。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收纳。好，分享完了我们今天 ChatGPT 的面试 interview 实测呢，我发现这位 ChatGPT 好朋友呢，其实还不错。光是因为要找他这个商品，我今天就学了很多瑞典文，哈哈。然后另外他也真的推荐蛮多这个 CP 值高、大家接受度很高的产品，所以算是很人性化。但是呢，例如没有配到椅子、没有配到床垫这一些呢，就是需要自己去寻找或搭配。当然啦，也可以继续追踪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也为了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护还有肯定，我和艾瑞克呢，我们整个好事团队准备要为大家准备一个礼物，就是破万的居家秘籍。这个秘籍是免费要送给大家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免费预定，就会送上到你的手上咯，敬请期待吧。你想要一劳永逸，或者是更简单一点、更有效率，好物选单，然后甚至是空间规划的一些秘法，让你不用装潢就可以搞定质感居家。只要透过我们的课程、我们的系统一步一步去做，即使你是一个小白、小资，时间有限、预算有限，怕麻烦，都可以快速有效率的打造你的新家。北欧生活 style 充满质感，完全针对你真正喜欢、需要呈现的美好居家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你在下面可以预约我们的咨询连结，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直播，跟大家见面分享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子居家改造的成功案例，还有好物，欢迎你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那今天我们的 ChatGPT 面试成功，耶耶！